正好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话题：北大副教授林小英在“13+1”内反对教育内卷，称现在教育系统似乎只为升学做预备。我们来看网友的评论：去别的地方看一看，不人生必然的假日，在全世界各地转一圈挺好的。抗他一辈子没走出那个镇，不也挺好吗？人一生真的不能只是谋生，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，你越是感觉幸福，否则你的人生就是一个苦役。20名弹幕纷纷在刷，这期能播出就是胜利。好敢说，好怕他被谋杀封杀。2期这二刷依然热泪盈眶，好怕这集突然下架。这期的嘉宾是林小英，一位研究中国教育的学者。众所周知，我们今天的教育环境相当内卷，中小学教育全面为升学上路。林小英带领团队走访了中国东部、中部、西部的20多所中小学，走进一线教育现场，带他冲击是相当大的。就说他们自己的母校长沙第6中学，他这些高中生和自己差了20多岁，他们的状态太不同了。林小英观察到，首先是他们的时间被严格控制了，他们排练节目时要拿本书复习，吃饭时要背英语。再不是学校的要求，学生会自我监控、自我算计，把日程表填满。他们只相信一个道理，就是刷题是有用的，没日没夜学习是有效的。相反的，过去人们相信的会玩才会学，以及看夕阳这种自然成长的需求，在今天全部失效了。但是没日没夜学一定有用吗？这英国怎么如此笃信？比如很多学生都变得功利了，比如他们会问林小英：“我跟你聊天有好处吗？”林小英感叹：“说也许就做交易的意思，其实很可怕，他就会止步于眼前。很多眼前看来没什么好处的事情。你说唱歌有好处吗？听音乐有好处吗？但这是无用之大用啊！”这种情况高三尤为明显，高一学生的精神状态还比较正常，可仅短短3年，人如此轻易地被塑造、被异化，生命力在慢慢萎缩。而林小一当年读书经历时经历过的，现在孩子不再经历，比如体育课从不缺席，即使下雨天，大家会做室内广播体操；下棋天晴了，这一课就改成体育课。而现在学生的想法令他深深忧虑。有人说高考最后80天，我感觉只有坐牢生涯终于要结束了。高中岁月在林小英心里满是怀念，这些孩子心里是噩梦，是苦难。上大学是期满出狱，还有人说，学习就是为了把别人甩下去。只有优秀的人才配得上更好的生活。如果你学历不高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做不了你想做的事，成为不了你想成为的人。从这些孩子脸上，我们看到痛苦、迷茫，甚至冷漠。如果说教育内卷是个巨大的困境，那么这些现中的孩子就是这个困境中最大的牺牲品。他们谈不上培养了什么爱好，也没有家庭资源的支持，他们消耗了自己做背水一战，败了成为底层打工者，成功了还要面临学历贬值的时代。而林小英的一语道破其中的问题，卷就是过度的无效竞争。这样学习就是为了赢过别人，自己是否有收获，是否真正的愉快，你根本来不及关心。而真正的教育是让人能够自我探索，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平衡点。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也能开出花来，用我的方式度过这一生。经过多年调查研究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：现代教育不应该盲目追随精英教育，以升学为主导，而应该留住教育的本真，回到教育常识，恢复教学常规，是他开出的药方。教育要为每个个体如何成长为一个国家合格的公民，以他一生的成长提供最基本的知识、能力、情感和价值观。首先是给孩子提供最完整的文理通识教育。
如果有人注定上不了大学，那不该好好对待吗？对这些即将面临谋生的学生，学校应该会教会他怎么样选择工作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。但这些目前的教育是完全缺失的。其次，赋予孩子一生重要的情感资源和纽带，过分强调成绩会恶化学生之间的关系。在学校应该收获珍贵的友情，甚至是爱情，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要为生计忙碌，学生时代的情感能够支撑他们的一生。林小英的理念之所以能破圈，是因为他说这些不仅影视县城教育的出路，对城市教育也有参考。我们都知道，中考分流在很多地方有一半的考生上不了高中，提前淘汰出场，剩下的熬过非人的3年，又几个上985、211这类的名校。这个教育体制下筛选出多少数精英，却80%的孩子陪跑。就在刚过去的长假，有这么一条微博点赞快10万的博主说，还有刚上高中时的表妹，假期回家说已经3周没洗澡了，超过个体的尊严已经完全不复存在。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住监狱都比这人道。在这条下面的一条评论更加触目惊心，有河南网友留言：高中每个教室的监控跟监狱里的差不多，说话声音、动作幅度、扭头都被精准捕捉到班主任手机上，下课也不准说话，每天给的睡觉时间也只有6个小时，出去洗漱的只剩5个小时，唯一一次回家停课1个月，学生每天说话不到5句。还有江苏网友留言：今年前我们这边高中有学生5连翘，这样高中才获得一个完整的寒假。还有网友说，上海这边一些市重点高中基本上也都是衡水模式了，现在哪个学校不搞中早上6点起来跑早操，站着读书，中午10分钟吃饭，就要被各种家长说了。当机器在加速运转，你改变机器是很难的，这也正是有些人非议林小英的地方。当不正常的人占大多数的时候，正常的会成为异类甚至牺牲者。孩子们还要靠高考改变命运呢？你叫他们躺平吗？但说出房间里的大象，这本身也很重要。而在学历贬值，研究生也要出去送外卖的今天，林小英的疾呼终于能得到更多的回响。我们开始质疑内卷还有多少性价比，更多人开始意识到高考改变命运的那件事已经越来越不现实，而正确有千万种可能性。教育这块铁板赋予了松动的可能。